我以前在体制内是一个那个超级乖、超级模范的学生，就是从小到大，基本上我都是那个资优生，就是在爸妈的那个培养之下，就我从幼稚园就开始在操作那个怎么样做智力测验，然后一直到大学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有在想教育这件事，因为到大学的时候，那个我突然觉得说奇怪，我在大学看到很多，经过老师的介绍，看到很多好的小说或者电影，可是在我求学的过程里面，其实它都没有被放在课程里面，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个想法，就是觉得应该要，就是中学的教育应该做一些改变这样子。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那个学生的样子跟我们的所谓在体制内好学生的样子其实很不一样。在这边，其实我非常非常羡慕这边的学生，其实到逐渐的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或者自己的品味，或者自己的想法，然后而且可以认真的去实践这样子。就比方说这边的学生，如果喜欢爬山啊，喜欢骑脚踏车啊，然后喜欢演戏啊，喜欢跳舞，或者他对知识真的是有热忱，其实他是那个眼睛里面是会散发出光芒。可是，在我们过去，其实这个就是即使像我这么认真拼命的学生，其实我们比方说在解出一题数学，或者是想到一个想法，其实并不是那么高兴，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操作的练习，比较多的是操作练习，然后得到正确的答案，比较是那个，然后我考试每次都可以比别人高分，我的快乐其实主要是从竞争来，然后比较不是那种对知识本身的热情跟兴趣。我觉得学校的各种公众事务，特别是跟学生息息相关的，比方说那个几点关灯睡觉啊，或者是早餐要吃什么啊，这种如果他们可以透过讨论，然后每天都可以做出一些决定，学习做出决定，然后又一群人彼此之间相互说服，那其实我觉得这种过程会让自己觉得自己的意见其实是重要，而且是有可能被听得到。然后这种相互说服的过程，可以更促进学生自己的主体，或者说比如说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那样子的主体，渐渐的更加的茁壮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每天可以因为各种公共事务想尽各种办法，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也不断的在必须要回答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是谁，然后他怎么样跟其他人可以一起相处的这种既有主体性，然后又是在一个公众里面怎么样被看见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们以前相对于我们以前在体制内，那个每个人不用被看见嘛，因为被看见的基本上就是功课好，很多人都会想要往功课这个方面发展，那变成一种竞争。可是在这边的一个公众环境里面，这个自治会或者9人小组，其实每个人都想要提出一种真正自己的观点，而且想要把它讲清楚，让别人可以听得懂。然后最好是他的观点可以说服其他人，它变成一种每个人在找自己独特性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像在体制内是一种竞争。我觉得整个台湾的民主化，包括那个蔡英文当选总统，然后整个社会其实开始，我觉得是越来越让人觉得，过得还蛮舒服的，就是越来越民主，然后越来越好像有一种希望这样。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学校刚好在补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民主，其实不只是投票以后选出一个总统，当然它也包括说社会的公众的讨论。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讨论的那个气氛，我觉得也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上轨道。可是我在这边，其实我发现台湾还缺了这一块，这一块就是民主的讨论，其实必须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跟看法，其实那个民主的讨论才有可能成型。不然的话，其实每个人的想法如果还是都是很类似，如果说比方说民进党一个领袖，或者是国民党一个领袖，然后下面就一群人，然后就支持他们，那你好像仿佛就只有两种观点，可是下面的人的样子，那个投票的人的还是面色模糊，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觉得教育其实也需要民主化。